AI 印钞机换人了，英伟达花了490天才摸到的万亿市值门槛，美光只用了48天，快了整整10倍。今天这个视频我会把这次史诗级暴涨背后的3层真相全部拆给你看。第一层是所有人都能看到的表面现象， AI 产业的瓶颈已经从算力端转移到了内存端，美光成了新的风口。第二层是只有少数人能看懂的资本博弈，这根本不是什么基本面驱动的上涨，而是一场散户和空头之间的血腥绞杀。第三层是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的宏观暗线，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高盛已经提前布好了局，而大多数散户还在裸奔。看完这个视频，你会明白为什么整个半导体板块都在疯涨，唯独老大哥英伟达在偷偷下跌。你会看懂现在市场上正在发生的，比任何电影都次，鸡的资本绞杀到底是怎么回事。最重要的是，你会知道顶级机构正在偷偷使用的对冲策略，以及接下来普通人最应该避开的3个致命陷阱。看完你就会清楚，现在冲进去到底是吃肉，还是去当最后一个接盘侠。现在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这次美光的暴涨是 AI 产业真正的权力转移，还是资本精心策划的一场收割？把你的判断和理由写在评论区，我会在评论区跟你1对1拆解逻辑，看看谁的判断更接近真相。先给大家看一组数字，你就知道这次的行情有多疯狂。美光科技在过去的48天里，市值从不到5000亿美元直接冲到了1万亿美元以上。48天，什么概念？英伟达当年从5000亿涨到1万亿，用了整整490天，美光比它快了整整10倍。就在上周四，美光单日暴涨了 19.3%， 一天之内市值增加了1600多亿美元。1600多亿美元啊，相当于一天涨出来了1个半台积电或者3个特斯拉。这种涨幅，别说在美股这种成熟市场里，就算在最疯狂的 A 股牛市里也是极其罕见的。但是你猜最疯狂的是什么？最疯狂的是，这还只是开始。瑞银在最新的报告里直接把美光的目标价上调到了1625美元，也就是说，瑞银认为美光还有将近1倍的上涨空间。这个目标价一出，整个市场都炸了，散户们像疯了一样冲进市场，抢着买美光的股票和看涨期权。很多人甚至加了5倍、10倍的杠杆，就怕错过这个一夜暴富的机会。但是问题来了，美光真的值这么多钱吗？就在1年前，美光还因为亏损严重，被很多分析师评为垃圾周期股。当时所有人都觉得美光就是一个靠天吃饭的苦命公司，行业好的时候赚点钱，行业不好的时候就亏钱。怎么才过了1年，它就突然从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成了 AI 行业的新宠，甚至要取代英伟达成为新的 AI 印钞机了。很多人可能会说，因为 HBM 啊，现在 AI 芯片都需要 HBM， 美光的 HBM 技术最好，所以它涨是应该的。没错， HBM 确实是这次上涨的一个重要催化剂。但是我要告诉你， HBM 的故事远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我先给你把 HBM 这个东西彻底讲明白，省得你被那些财经博主用专业名词忽悠。我给你打个最形象的比方，你可以把 AI 大模型想象成一个超级大的图书馆，这个图书馆里有几千万本书，也就是数据。AI 芯片就是这个图书馆里的读者，他需要不停地从书架上拿书来看，然后思考，然后输出答案。以前的普通内存就像这个图书馆的书架，它离读者很远，读者拿一本书要走很远的路，所以虽然读者看书的速度很快，但是大部分时间都浪费在了拿书的路上，结果就是读者的效率非常低。而 HBM 就是把书架直接搬到了读者的桌子旁边，读者一伸手就能拿到书，根本不用走路。这样一来，读者的效率一下子就提高了几十倍。这就是 HBM 的作用，它不是让读者变得更聪明，而是让读者不用再浪费时间在等待上。现在的 AI 行业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英伟达已经生产出了足够多的超级读者，也就是 GPU， 但是书架不够用，也就是 HBM 不够用。所以现在整个 AI 产业的瓶颈已经从没有足够多的读者变成了没有足够多的书架。谁能提供更多更好的书架，谁就能赚最多的钱。这就是为什么美光突然变得这么值钱，因为它现在是全球少数几个能大规模生产高质量 HBM 的公司之一。现在全球能生产 HBM 的公司主要有3家，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其中三星和 SK 海力士是韩国公司，占据了全球 HBM 市场的大部分份额。
美光作为美国本土的公司，之前在 HBM 市场上的份额并不大，但是最近2年，美光在 HBM 技术上取得了巨大的突破。它的 HBM3E 产品在性能上已经超过了三星和 SK 海力士的同类产品，而且美光的产能也在快速扩张。预计到2025年，美光的 HBM 产能将占到全球的30%以上。特朗普一直强调要把半导体制造业带回美国，他承诺要给美国半导体公司上千亿美元的补贴，帮助他们建厂和研发。美光作为美国本土唯一的内存龙头，自然成了最大的受益者。特朗普甚至亲自出席了美光在纽约州的新工厂的奠基仪式，公开为美光背书。这些都是美光上涨的基本面因素，听起来是不是很有道理？是不是觉得美光的上涨完全是基本面驱动的，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要告诉你，这只是故事的一半，而且是最不重要的那一半。如果美光的上涨真的只是因为基本面，那它绝对不可能涨得这么快这么疯狂。真正推动美光股价在48天里翻倍的，根本不是什么 HBM， 也不是什么瑞银的报告，而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血腥的资本绞杀。很多人听到资本绞杀这个词就头大，觉得是什么只有华尔街精英才懂的高深金融黑话，其实根本不是，它的逻辑简单到离谱。我再给你举一个更贴近生活的例子，你一听就懂。假设现在有一个非常火的演唱会，门票本来卖1000块钱一张，有一群黄牛觉得这个演唱会肯定会糊，门票卖不出去，到时候价格会跌到500块。于是他们就跟票务平台签了一个合同，说1个月后我用800块钱一张的价格卖给你1000张门票，他们赌的是门票价格会下跌。结果没想到这个演唱会突然爆火，门票供不应求，价格一下子涨到了2000块钱一张。这时候那些黄牛就慌了，因为1个月后他们必须给票务平台1000张门票，如果到时候门票还是2000块一张，他们就得用2000块钱从市场上买门票，然后以800块钱卖给票务平台，每张门票亏1200块，1000张就是120万，这还不算他们交的保证金。为了避免亏这么多钱，这些黄牛只能现在就去市场上买门票，不管价格多高都得买，因为越晚买价格越高，亏的越多。结果他们一买，门票价格涨得更凶了。门票价格一涨，更多做空的黄牛就慌了，也跟着去买。就这样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价格涨非空头平仓买飞，价格涨得更快飞更多，空头平仓买，这就是炸空。而现在美光身上发生的就是这个恶性循环的超级加强版，它会让价格在短时间内呈指数级上涨，根本不管这个东西本身值多少钱。根据高盛的最新数据，美光的看涨期权成交量在过去1个月里增长了500%以上，现在每天都有价值几十亿美元的美光看涨期权被交易，而且大部分都是短期的赌股价会大幅上涨的期权。这里我再解释一下看涨期权是什么。看涨期权就相当于你花一点小钱买了一个在未来某个时间以某个价格买入股票的权利。比如现在美光股价是1000块，你花50块买了一个月后以1100块买入美光的看涨期权。如果1个月后美光涨到了1200块，你就可以用1100块买入，然后以1200块卖出，每股赚50块。如果美光没涨到1100块，你最多就亏掉那50块的期权费。所以看涨期权是一个以小博大的工具，用很少的钱就能撬动很大的收益。这也是为什么散户这么喜欢买看涨期权的原因。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当你买入一个看涨期权的时候，卖给你期权的做市商为了对冲自己的风险，必须在市场上买入相应数量的股票。你买的看涨期权越多，做市商就需要买入越多的股票，而做市商买入股票又会推高股价，股价一涨，你买的看涨期权就更值钱了，就会有更多的散户来买看涨期权，然后做市商又要买入更多的股票来对冲。这就是这次超级炸空的核心机制，它是一个双重的恶性循环，一方面是空头被迫平仓买入股票推高股价，另一方面是散户买入看涨期权，导致做市商被迫买入股票推高股价。这两个力量加在一起，就会让股价像坐火箭一样往上冲，根本停不下来。这就是为什么美光能在48天里涨了1倍，单日能涨 19.3%。这根本不是什么基本面的反应，这是纯粹的资金推动，是一场资本的狂欢，也是一场血腥的绞杀。但是你知道最讽刺的是什么吗？最讽刺的是，那些做空美光的对冲基金本来是想收割散户的，结果没想到这次反而被散户联合起来收割了。
很多做空机构已经亏得血本无归，甚至有一些小的对冲基金已经直接破产了。这听起来是不是很解气？是不是觉得散户终于赢了一次？但是我要给你泼一盆冷水，散户这次看似赢了，其实只是暂时的，而且他们赢得越疯狂，最后输的就越惨。因为所有的炸空行情最后都是以暴跌收场的，没有例外。为什么？因为炸空行情的本质是没有新的空头了。当所有的空头都被迫平仓了，当再也没有人愿意做空这只股票了，那谁来继续推高股价呢？只能靠新的多头。但是当股价已经涨到了一个离谱的高度，还有多少新的多头愿意进来接盘呢？一旦没有新的多头进场，股价就会开始下跌。而股价一跌，那些加了高杠杆的散户就会爆仓，他们的股票会被强制平仓，也就是被券商强行卖出，这又会进一步打压股价。股价一跌，更多的散户爆仓，更多的股票被卖出，然后就会形成和炸空相反的恶性循环。股价跌飞散户爆仓卖飞，股价跌得更快飞更多散户爆仓卖，这就是踩踏。历史上所有的炸空行情最后都是以这样的踩踏收场的。比如2021年的游戏驿站压空事件，当时股价从不到20块涨到了最高483块，无数散户欢呼雀跃，觉得自己打败了华尔街。结果呢，不到1个月，股价就跌回了40块。那些在高位接盘的散户，很多人亏得倾家荡产。现在美光的情况和当年的游戏驿站几乎一模一样，甚至比游戏驿站还要疯狂。游戏驿站当年用了几个月才涨了20多倍，美光只用了48天就涨了1倍。而且现在散户的杠杆率比当年还要高得多。我看到很多人在网上说，这次不一样，美光是有基本面的，游戏驿站没有。但是我要告诉你，在压空行情里，基本面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资金，是情绪，是贪婪。当情绪到了顶点，当所有人都觉得股价会永远涨下去的时候，就是崩盘的时候。其实市场上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只是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个信号就是在整个半导体板块都在疯涨的时候，作为 AI 行业绝对的老大哥，英伟达却在偷偷下跌。就在美光暴涨 19.3% 的那天，纳斯达克指数涨了 2%， 整个半导体板块涨了 3% 以上。但是英伟达呢，不仅没涨，反而跌了 0.22%。 你可能会说 0.22% 而已，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正常波动吗？不对，太不对了。如果你们公司所有人都涨工资了，唯独你没涨，你会怎么想？你肯定会觉得不对劲，肯定会想是不是自己哪里做错了，是不是公司要开除你了。同样的道理，当整个行业都在狂欢的时候，龙头公司不涨反跌，这绝对不是正常现象。这说明有大资金在偷偷卖出英伟达。为什么大资金要卖出英伟达？难道他们不知道英伟达是 AI 行业的绝对龙头吗？难道他们不知道英伟达的业绩还在暴涨吗？当然知道，但是他们更知道现在的市场已经太疯狂了，疯狂到已经脱离了基本面。他们担心一场大的回调即将到来，所以他们开始从最拥挤的交易里撤退，把资金转移到其他地方。英伟达是目前美股市场上持仓最集中的股票，几乎所有的基金都持有英伟达。一旦市场开始回调，英伟达一定会是跌得最惨的股票之一。因为所有人都想跑，但是没有人接盘，所以那些聪明的大资金已经开始提前跑路了。他们在散户疯狂买入的时候，偷偷的把手里的股票卖给散户。这就是为什么英伟达在整个板块都在涨的时候，反而不涨反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信号，它说明顶级机构已经开始对市场的狂热感到担忧了，他们已经开始为接下来的回调做准备了。如果说英伟达的毒跌只是一个预警信号，那么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个就是真正的灰犀牛，它正在一步步向我们走来，但是几乎所有人都视而不见。这个灰犀牛就是原油价格的暴涨。在过去的1个月里，原油价格从不到70美元一桶涨到了现在的85美元以上，涨幅超过了 20%， 而且还在继续上涨。很多人可能会说，原油涨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炒原油。大错特错，原油是整个工业的血液，原油价格的上涨会传导到经济的每一个角落。我给你算一笔账，原油价格涨了，汽油价格就会涨，汽油价格涨了，运输成本就会涨，运输成本涨了，所有商品的价格都会涨。从你吃的蔬菜到你穿的衣服，到你用的电子产品，没有一样会例外。所有商品价格都涨了，会发生什么？通胀就会回来。而通胀一回来，美联储之前说的7月降息就彻底没戏了。
就在上周，美国公布了最新的 CPI 数据，4月份美国 CPI 同比上涨了 3.4%，高于市场预期的 3.3%，核心 CPI 同比上涨了 3.6%，也高于市场预期。这已经是美国 CPI 连续第3个月上涨了。通胀数据的回升彻底打破了市场对7月降息的幻想。现在市场已经定价，美联储7月降息的概率不到 10%， 甚至有机构预测美联储会在9月和12月各加息一次。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最近的讲话中也表示，通胀的回落进程比预期的要慢。如果通胀持续高于目标，美联储将准备进一步加息。鲍威尔的讲话给狂热的市场浇了一盆冷水，但是很多散户根本没有听进去，他们还沉浸在美光暴涨的喜悦中，根本没有意识到危险正在逼近。这意味着过去1年支撑美股上涨的最大逻辑彻底破灭了。过去1年美股为什么涨得这么好？不是因为经济好，也不是因为公司业绩好，而是因为市场预期美联储会降息。降息意味着钱会变多，钱变多了，资产价格就会涨。但是如果美联储不降息了，甚至还要加息，那这个逻辑就反过来了，钱会变少，资产价格就会跌。尤其是那些高估值的科技股，他们的估值是建立在低利率的基础上的，一旦利率上升，他们的估值就会被无情的杀跌。现在纳斯达克的平均市盈率已经超过了40倍，处于历史最高水平之一。如果美联储加息，这些高估值的科技股很可能会面临 30% 甚至 50% 的回调。这就是为什么高盛的避险主管最近发出了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他说，现在市场的乐观情绪已经到了极点，所有人都在单边做多，没有人对冲风险，一场夏季风暴正在酝酿，随时可能爆发。很多人觉得他是在危言耸听，但是我要告诉你，他是华尔街最顶尖的避险专家之一。他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股灾之前都发出过准确的警告，这次他的警告绝对不能忽视。这时候你可能会问，既然高盛觉得风暴要来了，为什么他们不直接卖出股票空仓观望呢？这就是顶级机构和散户最大的区别。散户的思维是非黑即白的，要么满仓做多，要么空仓观望。而顶级机构的思维是对冲，他们不会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也不会轻易赌单边行情。高盛现在给客户的建议是继续持有优质的科技股票，但是同时要大规模做空全球债券。很多人不理解这个策略，我给你解释一下你就明白了。首先，为什么要继续持有优质的科技股票？因为现在市场的情绪还在顶点，炸空行情还没有结束，现在卖出股票很可能会错过最后一波疯狂的上涨。顶级机构不会赚最后一个铜板，但是他们也不会轻易放弃已经到手的利润。其次，为什么要做空全球债券？因为如果美联储因为通胀回升而不降息甚至加息，那么债券价格就会下跌，做空债券就能赚钱。这个策略的妙处就在于它是一个双向保险，如果市场继续上涨，那么他们在股票上赚的钱会远远超过在债券上亏的钱，整体还是赚钱的。如果市场因为美联储加息而崩盘，那么他们在债券上赚的钱会对冲掉股票上的大部分损失，甚至有可能整体还是赚钱的。这就像你开车去一个很远的地方，你知道路上可能会下雨，所以你不会把车停在家里不去，而是会带上一把雨伞。如果不下雨，你就正常开车到达目的地，如果下雨了，你有雨伞也不会被淋湿。而散户呢？散户要么不带雨伞就出门，赌不会下雨，要么因为怕下雨，干脆就不出门了。这就是为什么顶级机构能在市场里长期赚钱，而散户总是亏钱的原因。散户总是在赌，而机构总是在对冲。讲到这里，我想很多人心里已经有答案了，但是我还是要给大家几个非常具体的建议，希望能帮你在接下来的市场里少踩坑。第一个建议，绝对不要加杠杆，尤其是不要加杠杆去买那些已经涨了很多的热门股票。现在市场的波动非常大，一个 10% 的回调就会让加了10倍杠杆的人直接爆仓。爆仓意味着你会亏掉所有的钱，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我见过太多因为加杠杆而倾家荡产的人，真的非常惨。所以无论你多么看好一只股票，都绝对不要加杠杆。第二个建议，不要满仓单一板块。很多人现在把所有的钱都投在了半导体板块，觉得只要买半导体就能赚钱，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半导体板块回调，你会亏得很惨。你应该把资金分散到不同的板块，比如消费、医药、能源等等，
这样即使一个板块跌了，其他板块也能帮你对冲损失。第三个建议，提高你的现金比例。现在市场的不确定性非常高，手里有现金你就有主动权。如果市场真的崩盘了，你可以用便宜的价格买入优质的股票；如果市场继续上涨，你也不会踏空太多。千万不要把所有的钱都投进去，一点余地都不留。第四个建议，不要追高，尤其是不要追那些已经涨了好几倍的股票。现在很多股票的价格已经远远超过了它的内在价值，你现在追进去很可能会成为最后一个接盘侠。如果你真的看好某个行业，可以等回调的时候再分批买入。第五个建议，不要相信任何这次不一样的说法。每次泡沫破裂之前，所有人都会说这次不一样。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时候，他们说互联网会改变世界，这次不一样。2008年房地产泡沫的时候，他们说房价永远不会跌，这次不一样。2021年加密货币泡沫的时候，他们说加密货币会取代法币，这次不一样。但是最后你会发现，每次都一样，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儿，资本永远在重复同样的故事，只是换了不同的主角而已。很多人问我，那现在应该买什么？其实现在这个阶段，最好的投资就是现金，或者是一些低估值、高分红的防御性板块，比如公用事业、消费必需品、医药等等。这些板块的估值比较低，分红比较高，即使市场回调，它们的跌幅也会比较小。如果你真的非常看好 AI 行业，不想踏空，那么你可以买一些行业龙头的股票，比如英伟达、微软、谷歌等等。但是一定要分批买入，不要一次性满仓，而且一定要设置止损。如果股价下跌超过 10%， 就果断卖出，不要抱有幻想。千万不要去买那些垃圾股、概念股，很多公司根本没有什么 HBM 业务，只是蹭了一下热点，股价就涨了好几倍。这些公司最后一定会跌回原形，你现在买进去很可能会亏得血本无归。我知道这些话很多人不爱听，因为现在市场太狂热了，所有人都在赚钱。你说风险，别人会觉得你是傻子，觉得你踏空了在酸，但是我还是要说，因为我见过太多人在牛市里赚了钱，然后在熊市里连本带利都亏回去了，甚至还有很多人欠了一屁股债。投资不是比谁赚得多，而是比谁活得久。一时的赚多少钱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把利润留住，能在这个市场里长期活下去。最后我想跟大家说一句话，在资本市场里，最可怕的不是下跌，而是贪婪。贪婪会让你失去理智，会让你忘记风险，会让你做出错误的决定。当所有人都在疯狂的时候，你要保持冷静；当所有人都在恐惧的时候，你要保持贪婪。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但是这是在资本市场里长期赚钱的唯一方法。现在的市场就是所有人都在疯狂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参与这场狂欢，但是一定要记得系好安全带，一定要记得音乐总有停下来的时候，到时候谁在裸泳，一目了然。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订阅我的频道，我会继续带你拆解资本市场背后的真相，让你在投资的路上少踩坑，多赚钱。最后提醒大家，本视频内容仅为个人观点分享，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所有投资都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请大家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理性的判断和决策。